美国之所以在国际上横行霸道，除了军事科技实力的强悍之外，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是美国如此嚣张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对自己的货币太过于自信，以为能在全球长时间站得住脚。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还曾狂言，就算中俄弃用美元，也不能撼动美元在世界的货币地位。不过，正所谓好景不会常在，好花不会常开，美国很快就迎来了祸端。美元的广泛使用使美国在霸权的行使中如鱼得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会一直长存。据伊朗金融论坛报消息报道，近日伊朗正式决定在外汇领域采用人民币来代替美元，并且将人民币纳入伊朗贸易的主要外汇货币之一。除此之外，日前在瑞士与伊朗的多笔交易中，伊朗都绕开了美元，没有选择用美元来作为贸易流通的货币手段，并且已经与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9个国家进行了加密货币的谈判。有分析认为，伊朗这样的举措是美国之前针对伊朗的制裁所引起的。伊朗新总统上任后，美国态度非但没有改变，并且还派轰炸机袭击叙利亚边境地区。美国这样的行为引起了伊朗新任总统的不满，所以开始从货币方面对美国进行了反击。要知道，伊朗作为全球石油大国之一，放弃美元对美国来说必将损失惨重。但是拜登所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也表示，美国之所以对世界各国进行割韭菜薅羊毛的行为，是因为全球美元化在作祟，所以要避免这种现象频繁出现，去美元化就是最好的选择。此外，据俄塔社相关消息报道，到目前为止，已经先后有29个国家向美国抛售了万亿债务。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以及欧盟成员都开始在去美元化的道路上开始行动。如此看来，全球去美元化的时代已经逐渐来临了。美国不断滥用霸权，如今世界上很多像俄罗斯、伊朗这样的国家都将矛头指向了美国。而美国国内如今又因为拜登4亿放水印钞，导致了大量通货膨胀的现象，国外又迎来了债务危机，更多的国家剑指美国。这样一来，中国是否也迎来了破局的良机呢？如果美国再恶意干扰我国的发展，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的话，我国或许也可以适当的做出一些回应来抵制美国了。目前，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已经穿过了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这也是其首次进入印太地区。同时，英国为此公开喊话。据英国《镜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强调，英国海军拥有合法航行的权利，从乌克兰海域到中国南海，英国海军都有权这样做。同时，拉布还喊话，称英国航母此次前往南海是向世界展示国防能力的最佳机会，并非寻求对抗，希望相关国家不要为此感到紧张和焦虑。拉布此次喊话的相关国家，就差把中国名字读出来了。都知道英国此次前往南海是向中国展示肌肉，谁会相信英国航母不远万里来到亚洲，只是为了展现英国力量这么简单？不过，英国居然会礼貌地通知中国，希望不要紧张焦虑，这倒不像是英美等国的作风。估计英国此次先礼后兵的行为是在为自己找后路，毕竟贸然进入中国南海海域，肯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警告和驱逐。英国在俄罗斯受到的屈辱，不想在南海再次重现，所以拉布才会提前打个招呼。不过，英国这如意算盘可能打错了，不管何种原因，未经允许进入中国南海，必将受到中国的警告和驱离。解放军将一视同仁，强如美国海军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英国航母了。有分析人士称，英国航母此次前来南海，解放军早就严阵以待了，正好可以拿起练手，进行各种战术演练。毕竟这次英国航母携带的舰载机是大名鼎鼎的 F-35B， 中国自然不会放弃这个与世界顶尖战机交锋的好机会。据传，中国对俄罗斯在黑海地区与各国的交锋非常关注，对俄罗斯军队新的战法很感兴趣，非常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应对即将到来的英国航母。据俄罗斯媒体透露，俄罗斯已经将北约在黑海地区的多国演习部队当成作战对象，针对性地进行练兵行动，并出动了多种武器进行模拟攻击训练，并且根据美国媒体爆料称，俄罗斯还利用北约军队进行电子干扰战的训练，成功的使北约舰船偏离了预定航线，并且就连停泊在港内的美国军舰也惨遭戏弄。中国电子战能力并不比俄罗斯弱，甚至要强于俄罗斯。所以很多人认为，英国航母未来在南海很可能成为解放军进行电子战的练兵对象。到时候，英国航母很可能如同黑海的北约舰队一样，成为无头苍蝇。如果英国海军还继续执迷不悟的话，新的教训将在不久的将来等着他。
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日前被拍到正在通过埃及苏伊士运河前往红海。随后，这一消息经过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官方社交账号的证实，新的一天将随着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开始了，接下来是红海，随后是印度洋。该账号表示，第二阶段的部署已经开始。英国外长拉布在当天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此声称，英国航母行使以及捍卫权利是绝对正确的。从乌克兰海域到南海，英国航母都会这么干。不得不说，英国是真的不怕死。在黑海遭到的开火驱离警告刚过去不久，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就逐步逼近南海。难不成是觉得在黑海吃的亏还不够？有趣的是，拉布竟然还颇有深意地说道，中国不必为此感到紧张焦虑。很明显，英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也似乎没有把中国罕见的在联合国大会上力挺阿根廷捍卫马岛主权的举动当回事儿。至此，也就不禁令外界疑惑，这个英国航母打击群到底有多厉害，能让英国这么猖狂？从英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得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此次共搭载32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包括18架 F-35B 战斗机，其中有10架来自美军陆战队。就连舰队都是由美国海军的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以及荷兰海军的一艘7省级护卫舰，加上英国海军2艘45型驱逐舰、2艘23型护卫舰和2艘补给舰凑起来的。跟中国海军舰艇相比，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完全就是一个杂牌舰队，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中国海军都呈碾压之势。拼实力不行，或许有人认为是仗着有美国在背后撑腰，只有附庸在美国身后才能找回虚幻的帝国荣耀感。可就算是这样，英国至今也没有认清自己实际上早已经处于孤立的处境了。英国的脱欧让欧盟视为其背信弃义，将该国彻底抛弃，想从俄罗斯那里找点存在感，殊不知被俄罗斯军方狠狠羞辱一番。现在想来找中国的麻烦，但今日不同往日了。英国想来南海挑事儿，无异于自取其辱。上述说过，英国海军靠实力根本拼不过中国海军。相比美国海军的353万吨，中国海军总吨位位居世界第2，而英国海军总吨位仅48万吨，只有中国的1/5。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跑来叫板中国，解放军不建议教该国如何做人，反正正中我军下怀。有这么好的训练的活靶子，我军非但不会怒，还会笑得很开心。当然了，英国多次挑衅中国，我军也是时候狠狠重击了，不打一顿改变，根本不会长记性。据美媒《防务时报》7月7号的消息称，美国和日本正在举行一次名为“东方之盾”的联合军事演习，该演习预计将在7月11号之前结束。据了解，此次军事演习主要是以保卫台海模拟为主题，期间美日海军进行了针对性很强的军事演习，同时计划中还有一项全新的战术计划。为了实现该计划，美军使用了高空轰炸机 B-52H 携带水雷，在高速穿越台湾海峡时大批量的投放，这样就能迅速的阻挠东路部队，防止解放军打闪电战。众所周知，虽然美国在特朗普时期也经常会提及台海问题，但是真正出手干预台海局势还是自从拜登上台后才开始的。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下是美日两国加紧干预台海问题，尤其是日本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积极。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日本突然从对台湾问题的谨言慎行变成了3句不离台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日本要干预台海局势。但实际上，如果没有美国人在背后首肯，借日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在台海问题上朝中国舞舞炫炫。要知道的，虽然美国叫板台海动作不断，但在表面上他们只能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过在全新战术规划曝光后，就能很明显的看出，美国表态存在麻痹中国的意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假，但他们背后却在做战争规划。这一细节充分暴露了美军就是妄图阻挡我军打闪电战，以武力干预台海局势的打算。当前美国加紧封锁，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发展，以台海问题牵制和破坏中国的发展势头，已是显而易见的。而美国现在之所以会抓紧台湾牌不放，主要源于在对中国的涉港、人权和南海问题上的失败。这3大失败增加了美国政客在台海采取冒险行动的可能性。美军现在有如此表态，就是在怂恿岛内的分裂分子不要停下作死的步伐，诱使台海局势彻底失控，帮助美国摆脱目前面临的困境，发起新一轮的瓜分蛋糕攻势。虽然在当前形势下，中美打起来很困难，但台海未必如此。尤其是美国很快将再次遇上经济危机，且无法找到足够多的接盘侠，
他们需要一场新的战争来把财富带到美国，借此来承接滥发钞票以及全球多国正去美元化的恶果。